现在的纠结啊，是因为过去和未来的模糊和想象。不模糊跟不想象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不看更焦虑的第13集，那题目叫做不纠结的方法。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啊，最近这个礼拜啊，方医师非常的纠结，纠结到可能也不想再播直播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帮助我自己不纠结，那我就要把这个不纠结的方法跟各位朋友、跟各位观众好好的分享。那大概1个月前呢，去9份的青云殿，他是拜神农大帝的。那他有帮人家处理事情的那你都不用讲什么，你就站在前面，士绅他就会直接跟你讲。那士绅直接跟我讲的话就是叫我不要纠结，我们都不用给他什么题目他只要跟神农大帝沟通，那他就把神农大帝的话跟你讲。那我们说不要纠结，就可以不要纠结的吗？我们叫我们自己或叫朋友说不要想太多，他就不要想太多的吗？那你要让自己或让朋友忘掉什么，你越要忘掉什么，结果记得就去更清楚。所以如果没有方法的话，你是做不到的。那有人呢，去运动，去走路，甚至去搬石头、搬砖块，把自己搞得很累，累到没有办法纠结，没有办法去焦虑，这是一个方法，但这也算是一种逃避的方法。那有人会去喝酒把自己灌醉甚至直接吃镇定剂甚至去吸毒那把自己搞丢连思考、连纠结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不管是把自己搞累，还是把自己搞丢到底有没有比较积极一点的方法去去掉、去减轻心理的纠结？那纠结是什么定义呢？纠结就是你遇到坏事了以后你就变得有以下这些现象。第一个，你没有办法专心你几乎停下来，你都会占据大脑的资源，整天在想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反刍，造成你没办法工作，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专心，常常会失神，看起来很恍惚的样子第二个，它会让你甚至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你看电视也觉得没有乐趣然后一旦停下来，又马上重复的去想那一个坏事所以你连生活都有困难那搞到你呢，整天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很累，精疲力尽这个反复的反刍交感神经变得很强，那随时变得胸闷心悸，那喘不过气来觉得胸口好像压大石头然后都没有办法呼吸这就是纠结的现象，不断的反刍那些坏事产生的破坏的干扰。那这种纠结呢，你会感觉像你好像是小红帽走在森林里面，你只是觉得说会出大事只是不晓得会在哪里出事那大野狼到底在哪里呢？所以那些摇动的树影都像鬼一样。那这张图呢，是刚刚方医师画的一个示意图一个小女生呢走在那个仙人掌的花园里面我把它画的都像鬼一样。所以这种模模糊糊的这个感觉呢，就是焦虑的来源，也就是纠结的来源。所以模糊带来焦虑英国的丘吉尔说过担忧的事情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不会发生焦虑呢，不是说你欠人家1000万而是你不晓得欠多少。你如果知道你欠1000万，那就去还就好了如果你不晓得欠了多少，债主在哪里，你就会惶惶不安焦虑不是说你的敌人很强大，焦虑是在你不晓得敌人躲在哪里焦虑就像癫痫的病人一样其实癫痫的发作大部分也还好只要不跌倒受伤，大部分癫痫1分钟以内都会结束的。但是癫痫带来的困扰是什么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
你可能在好朋友面前会发作啊，你可能在相亲的时候发作啊，你可能爬山的时候发作啊，你可能做捷运的时候发作。那一种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作呢，会带来焦虑症病人的焦虑感。所以呢，模糊啊带来焦虑啊。焦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模糊啊。我们的脑干呢，我们的间脑，还有我们的边缘脑跟大脑。脑干呢负责我们的呼吸、心跳，那间脑呢让我们有感觉。我们所有的感觉都在间脑上面呢聚集。这个间脑就好像鸭子的头一样，大家看到了吧？那这个边缘脑呢，就好像这个鸭子的帽子啊，或者是鸭冠啊。这鸭冠就让我们感受到情绪啊。会紧张、会害怕、会恐惧，就是这个边缘脑负责的。所以边缘脑只要我们不对外活动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边缘脑呢就会进入自动运转的模式这一种方式呢被叫做大脑预设模式科学家发现说你只要停下来呢，那个大脑自动运作的模式，也就是边缘脑呢就会被启动。那一静下来，就响个不停的白日梦回圈它可以这样子的这个语言来解释这个回圈呢，这个边缘脑最前面叫做前扣带回你只要是新的事情呢，前扣带回就会热起来。那后扣带回呢，就代表人设，自己的人设，我是谁的我。那在下面一点叫做海马回海马回就是把最近的事情呢记忆起来。那杏仁核呢是一个恐惧中枢所以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呢，就是我最近新的害怕的事情这叫做白日梦回圈那我们大脑的预设模式呢，就是你静下来，这个回圈呢就会不断的转。那对动物而言呢，它也是有这个情绪脑所以呢，它也可以把最近发生的危险的事情用这个回圈呢把它记住了他们只要想几次就可以了。然后记住说，这样的环境是有危险的，被追赶的羚羊呢，被狮子、老虎追赶，如果没有被咬死的话，它马上可以继续在草原上吃草。但是我们人类如果被豹追赶然后没有死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创伤后症候群。那人类呢，在这个回圈以外比这个动物还要更惨因为我们的前额叶是会有想象力的。它会提供火力来进入这个边缘脑，把最近危险的事情呢放大想象，而且会想个不停越聪明的人他的想象力越好越大，他能够制造更多情绪的负担。那大脑演化呢本身是不完美的，很多事情是想不出答案的，想不出答案还要硬想就会得到情绪的疾病越聪明的人因为乱想而得到聪明病。方医师把它称为因为放大这些情绪的问题而产生的叫聪明病。佛陀曾经说他有14无忌无忌就是不要去想它。很多事情呢，像宇宙时间是多长宇宙的空间是多大佛陀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呢是不去想的，是限制去想的，是不给问的。所以没有能力去想的问题呢，还要去想的，就叫做自寻烦恼。所以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想得出问题，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了，这叫做限制性思考。所以焦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象放大了焦虑了，因为模糊而想象，因为想象而放大。你想象。你想一个老鼠在森林里面，那老鼠的嗅觉也算灵敏只要一点点味道呢，它就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这个味道是危险的讯号，它想象敌人就在附近所以因此的这个能力呢，发展出前额叶的想象力我们的嗅觉就在前额叶的下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想象力，就是从嗅觉开始的。那人类呢，发展这个前额叶这个发展的很好但是还不够好，所以人类呢制造出来的想象力呢，有时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情绪的负担。那模糊呢跟想象是焦虑的2个源头，所以如果要不纠结、不反刍，
要改善焦虑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模糊、把这个想象给它停止啊。你要减少你的纠结，减少你的焦虑，你就要变成不模糊、不想象。那如何做到不模糊跟不想象呢？方医师提出的方法就是把你担心的事情，把那个所谓的坏事变成2张图。事情的发生通常都是很复杂的，你要去扯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都是千头万绪。你不如把过去的那一个很坏的场景变成一张图，就好像那个头条新闻的标题都会附一张头条新闻的图一样。你要找到，你要看到那一张主要的图，你把所有纷杂的事情都集中到那一张图上面。那我们还要一张未来的图，因为这些事情还在进行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你可能预期它会发生什么很难看的场面，在那个难看的场面如果来了，你打算怎么样去面对它？你怎么样去处理它？你心里已经盘算过了，你把那个最好的盘算放在那个未来的场景的那一张图里面，所以你心里面只剩下2张图：已经发生的坏事的第一张图，过去的图，跟未来可能会发生你想象最糟糕场面的，你如何去处理应付的那一张图。过去的图，未来的图，2张图就够了。放了这2张图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停止放大你的想象，因为你现在用图片来取代这件事情了，所以你停止放大想象，你停止去联想，你停止阴谋论，你停止自我对话，也就是说，用图来取代你的前额叶，关掉你的前额叶，用你的枕叶来制造出2张图来，一张过去的图，一张未来的图。情绪的问题不是那种尔虞我诈的商场问题，也不是打仗的策略问题情绪的问题是一种火上加油的问题你本来发生坏事的，你是逃不走的，因为你的模糊跟你前额叶的想象一直把它放大，所以你才火上加油。那你要替这个不断重复回转的边缘脑这一种反刍找一个出口，就是往枕叶来送。那有了这2张图，那你看了还是很难过你没有能量去看它，你看了还是很不舒服但是总比这个模模糊糊的放大想象好多了。你总算有一个目标去处理了，所以你就带这2张图，这2张图让你变成比较明确，知道你要面对的敌人是谁，知道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跑不掉的问题这是人生的功课那你要尝试学习去接受。那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带着这2张图呢？就是要骗我们的大脑，把它骗到接受。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你每天默想的这2张图，就会让你心跳加快，呼吸加快，而这个呼吸跟心跳加快，又让我们变得更焦虑。所以你越看反而走火入魔，看到焦虑到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反其向而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改变心跳，我们可以改变呼吸我们故意把呼吸弄得很慢，在缓慢的呼吸速度之下，同时带着看着这2张图像，我们要营造一种平静呼吸的看图这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边看着我们创造那2张图，一边平静的看着图。你不断重复的这样做，大脑就会学习到，或者被骗到，原来看这2张图的时候是有平静的感觉的。这样的过程呢，跟你做梦疗愈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平静的呼吸去看这2张图像，跟平静的做噩梦是异曲同工的方法。这个跟你去缴1小时3000块心理师聊天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心理师呢，不断引导你，把你的这个苦难画面引导出来，让你平静的、有条理的、理性的去看那个
画面、那个过程，这就是心理师疗愈的方法。好，最后的结论就是，现在的纠结啊，是因为过去和未来的模糊和想象。那我们要解决这种模糊和想象呢，就是要把它变成不模糊跟不想象。不模糊跟不想象的方法呢，就是变成2张简单的图，一张是过去的图，一张是未来的图，然后就不断的练习这2张图，把它看习惯，把它接受。但你不能够就这样傻傻的去接受它，你会受伤的，你会越看越走火入魔，气急攻心的。所以只剩下一招啊，就是故意缓慢的，像静坐一样，但不用那么正式啊。你只要闭着眼睛，慢慢的呼吸，交替的看着过去和未来的这2张图，你会感受到平静，一种很矛盾的平静，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图像。这个方法不是转移注意力，不是逃避啊，不是把自己搞累搞昏，然后去逃避它，是带一点直接面对问题，有效率的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的自我心理治疗。以前啊，佛陀有很多那个僧侣跟他一起修行啊，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啊。那每次呢，佛陀都说去静坐，那也都不告诉他说怎么样解决人生的问题，都只有一招，去静坐。那静坐就可以搞定了吗？静坐就可以搞定，因为静坐的内涵就是，你静坐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不愉快的画面，然后你缓慢的呼吸，你就会平静的看你缓慢的画面，这就是真正的道理在里面。那今天方医师把这样的道理呢，具体的提出来，也就是说归结成平静呼吸2张图的方法。那以上是方医师把自己不纠结的方法呢，跟各位好朋友分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